我们这一期就聊一聊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中文老师。是的，不是自学的方法，是找到一个好的中文老师的事情。那一个好的中文老师有哪些方面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吧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会说是英文的问题。我们说，如果你的中文老师他的英语很好，那非常好，你们可以聊很多问题，可以聊你的中文，聊你的中文哪里不好，哪里有问题，要怎么样改，怎么样解释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不希望一个中文老师说太多的英语。因为一节课是45分钟或者1个小时，需要你练习中文，需要学习中文。如果这时候你的中文老师说很多英语，用英语给你解释词语、解释语法，那你的中文会进步得很慢，因为他说了太多的英语。我们更希望他可以用中文去解释词汇，比如说堵车。好，堵车，我们可以说以前你开车去公司10分钟，但是今天路上的车很多，你去公司开车半个小时。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你堵车了，对不对？这样解释可以用一些你学过的中文词去帮助你练习你的中文，这样会非常的有帮助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英文的问题。我们说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老师有没有纠正你的错误？比如说是语法、词汇或者发音的问题。因为有的老师觉得这个学生他学中文不容易，他能够说中文已经很棒了，我需要鼓励他，不应该告诉他他说错了，这样会让他有一点受挫，不开心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怎么样知道你的错误？怎么样能说对呢？对不对？比如说别人问你，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？你说我是去年8月来了。那这时候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你是去年8月来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不是了。还有比如说我今天有3个开会，我们需要说我今天开3个会，或者我今天有3个会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他不告诉你这些错误，你永远也说不对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发音的问题，很多学生会说我能说中文就可以了，我的发音不重要。那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可能为了想鼓励你，让你的发音可以稍微好，你能说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说的越来越多，你和中国人聊天，那这时候如果你的发音不对，有可能会说成别的句子、别的词，所以问题很大，还是需要学习正确的发音。比如说，我们说 tones 是声调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是水饺和睡觉，因为发音不一样，听起来完全不一样，意思也不一样。如果你说错了，有可能就会有误会。好，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老师纠错的问题。你可以让你的老师严厉一点，或者说不严厉一点，但是呢，都只需要告诉你你哪里说错了。好的，第三个问题是
老师说话的语速快不快。如果你是初级的学生，你的听力刚开始，所以这时候需要老师说得很慢，去帮助你听，去帮助你理解。但是如果一个中级的学生，你的水平可以看得懂 HSK4 或者 HSK5 的东西，也可以听懂很多，那说得慢的话，对你没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时候你可以要求老师说得快一点。所以对于初级的学生，你可以要求你的老师说得慢一些。如果是中级的学生，你可以要求你的老师说得快一些。我现在的语速不快啊，因为我自己本来说话慢，然后我有很多初级的学生，我说话越来越慢，并且用的词越来越简单。但是如果我听到，或者说我意识到他是一个中级的学生，比如说他是一个 HSK5 的学生，我说话的语速会故意快一些。比如说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的周末过得好吗？你昨天去和朋友玩飞盘玩得怎么样？赢了吗？你还想讲一讲上次的那个故事吗？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老师，语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，你可以看老师的反应。第4个问题是，老师有没有给你说很难的词？这个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个老师是不是一个专业的老师。因为，当然所有的语言都是一样的，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词汇，也会有一些很难的词汇。老师应该根据你的水平去选择这些词汇。比如说像 HSK1 或者2，你可以说这杯咖啡很好喝，或者说这个菜很好吃。一般我们不学这个菜很美味，在这里美味是很好吃的意思，但是这个词在 HSK4 或者是5我们才学习，因为太难了。还有一些这个老师他如果没有经验的话，他把你当做一个中国人来学习，这样很好，但是他在一节课里面说了太多太难的词，对你的学习会有非常大的压力，让你觉得非常受挫，你什么都听不懂，这种很累。所以他如果选择适合你的水平的词，好，然后再选择10%、20%，这样的话会对你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。第5个问题是老师说的多还是你说的多？因为你是学习中文的人，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或者告诉你以后，你需要很多练习，老师来听，你来说，这样可以帮助你学习。如果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在讲语法，他在讲发音，他在讲练习，他在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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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那这时候你没办法去练习。你学了中文，有可能你可以看，但是你和人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要说什么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这种大量的练习。所以通过来判断是老师说的多还是你说的多，可以看得出老师有没有经验。我们看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是线上教学，你的老师有没有给你一个安静的一个学习环境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学习语言，他学习语言的时候，他的语言老师在屏幕那边走过来走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让他分心，并且他的语言老师那边背景很乱，声音很大，所以他听不清楚，他这节课就会很累。如果你的线上老师给你上课，你也应该要求他给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，可以听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
这样你可以看懂老师的姿势啊，这样，或者可以听清楚他的解释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，如果你有特别的一些要求，你可以和你的老师聊一聊。比如说，因为中文我们说有简体字和繁体字，如果你学习的繁体字，那这是你的需要，那你的中文老师应该教你繁体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学习汉字，那这时候汉字的比重应该高一些。所以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和你的中文老师一起交流，一起沟通完这一期，然后祝愿大家都找到好的中文老师，学习中文有进步。